鸿蒙未盼，天地未开。盘古持巨斧劈开混沌，阳清为天，阴浊为地。神斧掉落两头，长柄成部洲，大刃成昆仑。义佑3000年，其幻化出山魂，封为昆仑君。天地初开，万物共生。这时候，世间充满一切的可能。那时候的天悬在云端，女娲团土造人，我们都是神创造的。女娲请来伏羲大神，执救了大荒，网住了整个大地。一生变两仪，两仪生四象，四象生八卦，八卦为八般不寻常力量，无穷无尽，难以测度。晦气丛生，阴阳颠倒，那是光明无法抵达的阴霾之地。智人又怎么会心中没有恶念？世人与生俱来的贪、嗔、痴是七情六欲，是心魔。这世间不变的是天道，天道无情。三界之中，天地万物，谁都逃不过。难道我当初真的不该造出人？当欲望和野心驱使人去拥有整个世界，战争就开始了。这一战杀得天昏地暗，血流成河。皇帝大败蚩尤，蚩尤战死，化为血风灵。从那开始，天下巫妖尽归昆仑君麾下，受群山庇护。不过短短数十载，战争就要开始了。第2次神魔大战，共工战败，驾神龙怒触不周山。不周山天柱倾塌，天穹龟裂，大水浩洋不息，大地千疮百孔，凡间生灵涂炭，三界皆众生啊，众生皆苦。活着的时候历了太多的痛苦，生灵死去，那些灵魂游弋在人间，就像无数虫蚁啃食，苦不堪言。神农路过不周山，掌中昆仑魂火被巨龙扫落，掉入大不敬之地。地下鬼族由此诞生。天命无常，四极在生，是为轮回。缘由阴气，孽由此生。还不知道你的名字吗？我的名字叫做维。这个维呢，气量小了一些，要不然我给你多加几笔。你看啊，这个世间呀，山海相连，巍巍高山延绵不绝，要不然你就叫做沈巍。难道我就一定要跟他们一样吗？我不喜欢，不如不生。你不喜欢，不如不生。好，我喜欢你，还是我真的喜欢你。我富有天下名山大川，想起来也没什么稀奇的，不过就是一堆烂石头、野河水，浑身上下大概也就只有这几分真心，能上秤卖上几斤。你要啊？拿去。星辰崩乱，恶鬼横行。世间这些打打杀杀，正是因为有了私心，酿成了无数的悲剧。神，请垂怜于我们，这世间的活物都难逃一死，人命也逃不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。从开始就错了。人生苦短，一如浮游，朝生暮死，悲喜交加。昆仑，你长大了，我时间不多了，快要死了。人死了是有灵魂，可是我没有灵魂。风的烛火，也风的烛火。
不是为了我们自己，而是为了天下人的未来。一切现在将来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女娲补天化地，神农化作轮回。如果有一天我不辞而别，你可别怪我。你要去哪儿？去我该去的地方。我求求你，若要救他，只有带他去往轮回，再世为人。可是轮回撑不住真正的山上。只要你答应救我，你提出的任何条件我都会答应。这是万大神力，你现在是神仙，不要丢下我好吗？我一直在试着改变自己，把自己变成了你喜欢的那个样子。望穿望穿，相望回首已成川。等心上人，等了前世，等了今生，等了几千年，值得。值得。一月既定，万事无阻。即便有时负重逆行，无往矣。喂，赵处，又出新案子了。特别调查处赵云南。特别调查处你们知道吗？他们专门负责办不正常的悬案提案。这肯定是那边人的手笔。案发现场的第一目击者是谁？这位同学，你在做什么？小峰，没事吧？哎呦，还从来没见过他这么乖呢。这猫有灵性的很，它有名字吗？有，叫大庆，小名死猫，外号死猫。我姓赵，来这儿办案，先生贵姓？免贵，姓沈，沈卫，在这里任教。沈卫，好名字。咱们有空再聊。好。一见到沈教授就有一种一见如故的感觉。谁知道，也许以前真的见过吧。沈教授，结婚了吗？肯定有女朋友吧？我就是觉得沈教授吧，青年才俊又体贴细心，追你的人一定很多吧？除了你，从来没有人试着想要去了解我，和我推心置腹的说上几句话。冷静了吗？任何人都没有无视生命的权利，甚至是你自己。就是，你考虑过你奶奶吗？我没有奶奶了，我没有奶奶了。你就是卢若梅死亡现场的第一发现人李倩。影子，什么样的影子？个模糊的影子缠绕在他的身上，越绕越紧，越绕越紧。小子，再给你一次机会啊！盯紧李倩。这个好像是个日晷。日晷。光阴是一种杀死的武器，星辰交替，失去的永远失去，过去的就不再是。哎，这小姑娘不声不响的，居然藏着圣器。前2天，他奶奶误食了安眠药，也是送到我们这儿来抢救的，可惜当时没有抢救过来。1年前，他奶奶得了严重的脑梗，但是没想到老人吉人天相，愣是挺了过来，就是留下了点后遗症，得了老年痴呆。为什么他们突然缠上我了？他们为什么会突然频繁的出现？他们到底在寻找什么？走不出去，是鬼打墙。阿弥陀佛。
赵初，这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啊？这可是圣器，普通人看上一眼就当是长眼了。你明明知道该问谁。生漆不敢烧，燃之有异香，沾衣带，人能与鬼斗。又见了，这也不说。李倩，你是不是在想，如果当初跳了，那么之前发生的这些事情就可以一笔勾销了？你想说什么？很多像你这么大的孩子都认为自己不怕死，那是因为你们还太年轻，根本就不理解什么是真正的死亡。你畏惧的并不是死亡，而是分别。你只是接受不了奶奶突然离开你而已。根据医院给出的报告显示，李玉芬女士的死因是因为误食了过量的安眠药，而在她的病历当中也没有开过安眠药的处方。是谁把这瓶可以杀死你奶奶的安眠药放到了家里？是我。我从小是一个没有父母疼爱的人，他和我约定了会照顾我一辈子，可奶奶终究还是老了。你用自己的命换回来的亲情，又因为奶奶变成累赘而造成了负担，所以你就杀了她。他变得不一样了，天都只会絮絮叨叨，看着人傻笑。他只会疯疯癫癫地跟在你后面，口齿不清地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话。我每天看着他，他就再也认不出我，不会叫我的名字，不会抱我，不会爱我。她不是我的奶奶，我付出昂贵代价换来的，只是一个和她一模一样的陌生人。李倩的家里早就出了问题，我却没能发现自己学生的不对。你这肩也没比海还宽啊，什么都往上扛。不管你们以后打算怎么走，赵云兰这个人您不许动。你要是敢把她牵扯进来的话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沈教授，这么积极主动惦记一个人，以前可从来没有过。被他惦记上，那有什么好事儿？套路用多了，保不齐哪天把自己给套进去。搞不定，用钱砸。反正跟他还是挺愉快的。哎，沈教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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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兄弟啊，借点钱花花。老大，手表留下来。脖子上挂的什么呀？不是什么东西，都是你们可以帮的。哎，这大晚上的，谁在这儿活动筋骨？没你事儿，我约定。沈教授，没事吧？我没事，谢谢啊。你哪不舒服？我送你去医院吧。老爷病了，你送我回家吧，家里有药。温贵疏通，在一起会害了他。那留给我的时间又还剩多少？粥还是温的，你先把粥喝了，然后把钥匙。哎呦，沈巍啊，沈巍，你说你这么好，要我怎么舍得放手？我正要出趟差，带学生去做一些考察的项目。你说你总是这么拒绝我，还真的是我人生一大的挫败啊！记得吃药，我要去上课。国内方面呢，我们来继续关注地震救援的相关情况。大白天的，你吓死我们了！赵处，我想回家。你不想说的事儿呢，我也不会多问，但我们一起解决就好了。您是说，我们特调处所有人同心携手，送你回家。如果立刻行动，他留在龙城，万一有危险，那你这“危”字是不是也别有深意啊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给我取的。你说你这么好，
要我怎么舍得放手啊？我已经失去过了一次，我绝对不想再体验一次那样的痛苦。陈教授，巧了，咱们可真有缘，往哪儿咱都能碰见。是，我也没想到我们这么有缘。陈教授，前面全都是山路，也不好走。这车交给我这个老司机了，这一路上有个照应，不是更好啊？林星，带我的车去啊！咱们老赵啊，从来没见他对谁那么上心，怎么就偏偏对这沈教授这么来劲呢？看不出来，你还观察的挺仔细的。林星，你开沈教授的车，我歇一会儿。司机嘴唇都发青了，还不用？来，你得把这个车。离这儿最近的站点就是星溪村了。那是报丧鸟。老人说个头特别大、尾羽特别长的乌鸦，就叫报丧鸟，是报丧不报喜，只有在大灾降临的时候才会看见它。你们先去休息，走吧。郑姐在干什么？应该是告慰所作盲人。这里之前没有和我们的文明融合过，地处偏远，人口不多，气候也特别的恶劣，消息传不进来，也传不出去，渐渐的就自己生出了一个民族，叫做汉嘎族。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这样的民族啊？早在很多年之前，这个民族就已经消失了，当然不为人所知。是我，只要我出去了，不知道咱们来多少人，出去就得多少人，一个都不能少。只要我出去，他们一定不散。赵云兰他们不同意。汉嘎族灭绝的原因究竟是什么？反腐革案，沿袭妖法，蛊惑英雄，千年来恶人行刑。大家早点休息，明天一早直奔西北山顶。好。好。赵玉兰，醒醒，老赵，我们应该是被下了迷药了。谁有这个能耐在我们身边捣鬼啊？那除非是我们自己人了。王峥这个死丫头，还真被自己人给反了水，下了药。我想，他没有要背叛你们，而是已经做好了牺牲自己，换取大家安全的准备。你没事吧？啊，没事儿。那个死丫头片子下手原形那种，疼了好一会儿啊。汉嘎族靠山而居，他们相信山有山魂，所以他们要选择在山魂口建造祭坛。此外呢，他们还信奉罗布拉禁术，那种禁术里面指出三角为一体，可以围成一个圈，成为世界上最深的井，无论什么都无法爬出它的翅膀。这么说来，这样的祭坛就应该有3个，而且不能离得太远。所以汉嘎族的老巢旧址一定就在这三角一点之中。家属，你先进去，等着我回来开申公会。危险，误追，损毁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会再注意到沈巍这个人，直到赵云兰安全的回来。沈巍是谁？很好。规矩就是规矩，你们明目张胆的越界，私自逃离禁地，论罪当诛。大人，这次你可算是来得及时。我这也算是风水轮流转，该走运了。可是赵处长，你不该不领会我的警示。可我不是担心那个死丫头吗？害怕她出事儿。光明路4号的有一个算一个，都是我的人，咱也不能不管。
这里存在的熵气，就是山河锥。这个镯子，就是山河锥。光中见不了光，咱们就等天黑之后再出去吧。我在汉嘎族的名字叫格兰。我们要推翻贵族，解放我们自己。我爱的男人杀死了我最亲的爸爸和哥哥，又成为了唯一可以庇护我的亲人，对我来说是莫大的讽刺。就算他对我很好，好到让所有人都接受不了。格兰，小九，不要啊！所以从那天起，他就变了。你知道？我只是了解这样一个整容血性的人质。你可以杀他，但是永远不要伤害他的尊严。一个男人最基本的尊严，可不就是让自己放在心上的人平平安安的？要是我心爱的人毁在这些人手里，毁在自己亲手建立的制度下，恐怕比恨火组长更恨这些人。没错，就算是千刀万剐，也难消此恨。所以从那天起，他就变成了另一个人。我是冤枉的人。杀了这个女人是上天的旨意，如果她不死，我们的子子孙孙将不得安枕。就让子子孙孙都被她陪葬了。我们要侦查。皇上。敬你们一杯啊！来，张彻，来，爽快啊，张彻，来，张彻，我再敬您一个，来。感谢你们这几天的照顾，我替我的学生们敬你们一杯。什么时候开始喝？这个身份藏不住了吗？大人，那你为什么要隐瞒身份？因为一个人，从他回来到现在就那副德行。回来之后还有跟沈教授联系吗？我别的东西也有，我富有天下名山大川，想起来也没什么稀奇，不过就是一堆烂石头，也合只是你可能大多都看不上吧。浑身上下大概也就只有这几根针线能上秤卖上几斤，你要是不接着，那就算了。我接住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不许再离开我。这间医院有种不寻常的情况，真的。九幽铁律，以血为誓，以肉铁为重，借3000阴兵，天地人神皆可杀。一路上又到这儿来，何必在此装神弄鬼？他出事了。赵云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你还是老样子啊！闭嘴，回你该去的地方。沈巍，
是吧？你干什么？你回来了？你不要命了你？不是，哎！你们别到处乱动啊！你怎么能这么大意？我先去给你弄吃的。喂，那个地方很可能有方法能治好你的眼睛。天生万物，始于不周，去旧起新。年关族人拜大荒先生，拜列祖公祖。说的都是谁啊？当年你有跟这些个人物打过交道吗？以前的事情，我也不是很清楚。都说镇魂令主是一个大帅哥，名不虚传。怎么戴着墨镜啊？这个呢，是用来博得同情的。长老们看到这么大一小伙子，长得如花似玉，就是眼睛瞎了，说不好啊，就一时心软，就拿出什么绛珠仙草来照照。乌鸦啼，恶是生。鸦族邪魔歪道，伤害无辜人的性命，即便万死，也难辞其咎。小瑞，你叫什么？小薇啊。薇薇，你会骗我？我不会骗你，更不会害你。只要你说，我就相信。大荒山主，启灭昆仑。贪婪之念永无止境，祸及性命犹不自知。这一切都是注定了的，无法改变。我怎能甘心有生有世被命运所束缚？先生贵姓？免贵，姓沈，沈卫。对不起。大半夜的饿醒了。为了治我的眼睛，到底都做了什么？你拿你的命来跟我共享，用你的力量来抵消我的侵蚀，对吧？很疼吧？幸好我生了。我不知道你为我这么做。知道。那你让我怎么办？你又不是长生不死，我凭什么随随便便欠你一条命啊？这条命是我还你的。我的眼睛，我的头发，乃至我的灵魂，都是黑色的，可是我流的血是红色的。心间之人，我愿意用我的生命守护你。
们这次来呢，是想问问上古秘闻录。主稍等。定出今日更有血光之灾。此处有生魂。你怎么会来这里？跟我回去吧。跟我回去。你赶紧离开，离开这里。你先回去吧。带着大庆一起回去吧。不屑是我心，他也追逐前行。沈飞。遍寻尘封已久的幻影，我错了，孤独只为一颗真心。我喜欢你。残酷的回忆，是万大神令。你现在是神仙，我要走了，不要丢下我好吗？那一刻是谁做的决定？莫守至今，你我这约定。让初心跟随你到绝境，那就不会发生。别逃避，别假装你不在意，让脆弱不堪一击，让信念被封印，守护的初心，死亡并不是终点，什么意思？耳边传来熟悉的声音。说实话吧，我其实怀疑过你很多次，但我每次都选择相信你。沈飞，我只想听你讲实话，你说出来。你怎么知道？所有的巧合都脱离不开人为，每次都这么巧，花一些时间，一眼就能看穿了。您这还有什么好隐瞒的？我瞒你的事情，对不起。沈飞，这是什么？等一下。这是什么呀？天生，你看到的生，不一定是生；灭，也未必是灭。众生皆有死，三界始终生灭，灯火不熄，是为轮回。贵族连轮回都入不了，我真的错了，错了，再也回不了头了。如果失败了呢？人这一辈子有4件事情不能太执着：一是长久，2是是非，3是善恶，4是生死。朝闻道，夕死可矣。我不明白，人死了，从另外一个角度讲，不过是生命的一次新的开始。人死了，灵魂还在，然后出入新的身体。三界均淡业修习，共生因果轮回之根本。咱俩一块儿。你说什么？你死了，你觉得我们好吗？只要我们一起，生死不弃。你得好好的翻盘我这一辈子。你醒了。
这，不会吧？出事了！打电话。电话打过了，不在服务区。是林静。当你们收到这封定时发送的邮件的时候，我多半应该已经是遭遇不测了。沈教授，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吗？婷婷，等一下，到了合适的时间，你帮我把这个病住。好。我说了，婷婷。就是这么快！你算计我！恶者之心，恶者之心；阳善者之德，善者之德。好了，今天就先到这里吧，下课。赵云兰来接你回家了，我们回家吧。翻涌眼底的光影和熟悉的声音，
沉默在黑暗中伫立，替你呼吸。曾经并肩交换过勇气，在撼动我内心。不需要理由，就那样笃定。多认真，多少的坚定，怎么取舍才有意义？经过多少练习，才会成为这样的你？我始终在这里等一个消息，你也没放弃，跨越时间一起飞行。